我每晚都要抱着一根洗衣锤睡觉，只因这根看似不起眼的木头里，藏着能调动南境30万大军的兵符。为了得到它，晋王赵毅杀了不少前朝余孽。我本以为自己已经藏得够深了，直到这天，一群禁军踹开我们宫女的房门，给本王搜，挖地3尺也要把东西找出来。我跪在人群中，努力将自己缩成最不起眼的一团。余光里，一双绣着4爪蛟龙的黑底金线皂靴，踩着积水一步步朝我走来。抬起头来，你手里拿的什么？回王爷，是奴婢洗衣用的锤子。我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赵毅身边的亲卫上前一步，从我手里接过了洗衣锤。那亲卫掂了掂，又用手指敲了敲，发出梆梆的实心声响。王爷，就是一根普通的木锤，没什么异常。赵毅嗯了一声，似乎失去了兴趣。亲卫随手将洗衣锤扔了回来，砸在泥水里溅了一脸。我不敢擦，只是用尽全身力气克制着自己扑过去捡起来的冲动，坚决不能动，一动就前功尽弃了。赵毅的目光扫过跪了一地的宫女，眼中的戾气更重。搜，任何可疑的物件都不能放过。禁军们得令，搜查得更加粗暴。浣衣局内一片狼藉，一个年纪稍长、颇有几分姿色的长侍宫女被2个禁军从房里拖了出来。在他枕下搜出了这个，一个禁军呈上一个做工精致的木匣子。赵毅的眼神一凝，亲卫接过木匣，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但是里面没有虎符，只有几件男人的贴身衣物和一封字迹肉麻的情诗，是宫女与侍卫私通的证物。赵毅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不知廉耻的东西，拖下去杖毙！是。那宫女的哭喊声瞬间变成了尖叫，凄厉的像是能划破人的耳膜。她被2个禁军像拖死狗一样拖走，很快远处就传来了沉闷的击打声和压抑的惨叫。我跪在地上，身体抖得更厉害了，这不是害怕，而是愤怒。我认识那个长侍宫女，平日里待人还算和善，就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这就是皇权，这就是晋王赵毅。搜查还在继续，我的心却一直悬着。我知道洗衣锤虽然做了伪装，但并非万无一失。如果遇到一个足够细心或者足够多疑的人，只要将其劈开，一切就都完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每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终于在将整个浣衣局翻了个底朝天之后，禁军还是一无所获。王爷，都搜遍了，没有。赵毅的目光再次扫过众人，看来东西不在这里。他冷哼一声，转身就走。禁军们也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满地狼藉和一群惊魂未定的宫女。直到那抹黑色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云雾中，我才敢松开一直紧握的拳头。随即我慢慢爬过去，从泥水里捡起那根洗衣锤，紧紧抱在怀里。雨还在下，浣衣局的管事崔嬷嬷从屋里走了出来。沈渊，你过来！我心里一咯噔，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抱着洗衣锤，低着头走到崔嬷嬷面前。晋王府的衣服都堆了好几天了，你现在就送过去。我闻言猛地抬起头，晋王府，让我现在去晋王府，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嬷嬷，天这么黑，雨又这么大，怎么？我的话你敢不听？崔嬷嬷的眼睛眯了起来。还是说你心里有鬼，不敢去见晋王爷？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我的心上。我知道自己不能拒绝了，在崔嬷嬷这种人精面前，任何异常都会被无限放大。奴婢不敢。我低下头，掩去眼中的情绪。不敢就快去！崔嬷嬷不耐烦地挥挥手。要是耽误了王爷穿衣，仔细你的皮！我抱着那根决定了我生死的洗衣锤，一步步走向库房。我知道崔嬷嬷是故意刁难我，因为我刚入宫时曾无意中撞见过她收受贿赂。从那以后，崔嬷嬷就处处针对我，最脏最累的活都交给我干。而今天，她更是将我往火坑里推。我提着一大篮熨烫平整的衣物，走在湿滑的公道上。雨势渐小，但夜色更浓。除了巡逻禁军的火把，四周一片漆黑。晋王府离浣衣局不远，但这段路我却觉得无比漫长。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怎么办？洗衣锤绝不能带进晋王府，可如果把它藏在外面也同样不安全。万一被人发现，我不敢想那个后果。就在我心乱如麻的时候，脚下一滑，我惊呼一声，整个人朝前扑去，手中的篮子脱手飞出，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更让我心胆俱裂的是，那根洗衣锤也从我怀里滚了出去，咕噜噜的滚到了前面一双黑色的官靴旁。我的血瞬间凉了不少。我僵硬地抬起头，一个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男人正站在我面前，是禁军统领陆时彦。他弯下腰捡起了那根滚到他脚边的洗衣锤，但他没有立刻还给我，而是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我在宫里待了3年，远远见过他几次。他是皇帝身边最信任的利刃，掌管着整个皇城的安危，权力极大，但他私下为人却极其低调，且不与任何皇子结交。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陆时彦的手指正摩挲着洗衣锤上的裂纹，那动作很慢很仔细。我被这缓慢的动作一寸寸凌迟着。陆时彦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僵硬，抬起眼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起来！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却因为过度紧张，膝盖一软，差点又摔倒。我狼狈地站稳，
不敢去看陆时燕的眼睛，只是死死地盯着她手里的洗衣锤。是奴婢的。我小声开口，陆时燕没有说话，只是将洗衣锤递还给了我。多谢大人。我胡乱递到了声谢，就想去捡地上散落的衣物。等等，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宫的？一连2个问题让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他为什么要问这个？是起了疑心吗？回大人，奴婢沈渊是浣衣局的。我不敢撒谎，在陆时燕这种人面前，撒谎的下场只会更惨。浣衣局吗？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去晋王府送衣服。晋王府的衣服怎么会拖到这么晚才送？是奴婢白天笨手笨脚，不小心弄脏了王爷的衣服，重新洗了一遍，所以才耽搁了。陆时燕沉默了，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像一把锋利的锥子，仿佛要将我的后背刺穿。过了许久，她才淡淡的说道：地上的衣服不捡起来吗？我如蒙大赦，赶紧蹲下身，手忙脚乱的去捡那些被泥水浸湿的衣服，然后我不敢再有丝毫停留，将衣服一股脑塞进篮子里，提起来就想跑。站住！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晋王今日心情不好，进去之后少说话少看，做完自己的事就赶紧出来。说完，陆时燕便不再看我，转身离开。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她这是在提醒我，为什么我和她素不相识？她为什么要提醒一个素昧平生的卑微宫女？我想不明白，但我知道自己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而且陆时燕的出现让我原本就混乱的思绪变得更加复杂。这个人是敌是友，我不敢断定，但眼下我没有时间去细想。晋王府才是我今晚最大的难关。我看了一眼怀里的洗衣锤，咬了咬牙，不能带进去，绝对不能。于是我四下张望，目光落在了不远处一棵巨大的槐树上。那槐树的根部有一个被腐蚀出来的树洞，我快步走过去，将洗衣锤小心翼翼地塞进了树洞里，又用一些枯叶和烂泥做了伪装。做完这一切，我才提着篮子，深吸一口气，朝不远处的晋王府走去。晋王府的守卫比皇宫大内还要森严。我报上自己的来意后，被2个守卫搜了身才被允许进入。一个面无表情的丫鬟领着我穿过重重回廊，来到一处灯火通明的院落，在这里等着。丫鬟扔下这句话就转身离开了。我抱着篮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屋檐下，能听到屋里传来说话的声音。废物，一群废物，一个小小的虎符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紧接着是瓷器碎裂的声音。陆时燕说的没错，晋王今天的心情确实很不好。我将头埋得更低了，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过了一会儿，房门被打开，一个幕僚打扮的中年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王爷，浣衣局的宫女来送衣服了。让他滚进来。屋里传来赵毅不耐烦的咆哮，我身体一抖，硬着头皮抱着篮子走了进去。晋王赵毅正坐在桌案后，手里把玩着一个白玉扳指，一双阴损般的眸子冷冷地看着走进来的我。我不敢与他对视，立刻跪下行礼。奴婢沈渊奉命前来为王爷送衣。沈渊，今天下午在浣衣局，本王是不是见过你？回王爷。是。本王记得当时你手里好像一直攥着一根洗衣锤。此话一出，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他竟然还记得。怎么不说话？那根洗衣锤呢？为什么没带在身上？暖阁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我跪在地上，后背的冷汗瞬间湿透了单薄的衣衫。我怎么也想不到，晋王赵毅竟然会对一根破旧的洗衣锤记得如此清楚。他的疑心比我想象中要重得多。此刻任何一丝慌乱都会让我万劫不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随即我再次磕头，声音带着一丝委屈和惶恐。回王爷，那根洗衣锤方才奴婢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给摔断了。这是一个谎言，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但此刻却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借口。赵毅没有立刻说话，他只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的嘟嘟声。摔断了，扔在哪儿了？就在城前宫外的那条公道上，那里有个水坑，奴婢摔倒后，锤子就掉进去，断成了2截。奴婢看着已经不能用了，就没捡回来。我将地点说的具体，细节也尽量编得真实，因为我知道赵毅一定会派人去查。赵毅看着我伏在地上的瘦弱身影，眼睛微微眯起，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对门外候着的亲卫使了个眼色。那亲卫立刻心领神会，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我知道他是去验证我说的话了，可现在我只能赌那棵槐树下的树洞足够隐蔽，不会被人发现，赌陆时燕不会去而复返。时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漫长。赵毅不再看我，而是拿起桌上的一本兵书，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着。暖阁里只剩下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和我越来越响的心跳声。我维持着磕头的姿势，一动也不敢动。额头下的金砖冰冷坚硬，硌得我生疼，但我却丝毫不敢放松。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出去的亲卫回来了。他走到赵毅身边，低声耳语了几句。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赵毅落在我身上的视线似乎没有之前那么锐利了。起来吧。赵毅淡淡的开口。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一丝，我颤巍巍地站起身，因为跪得太久，双腿一阵发麻，险些站不稳。奴婢该死，惊扰了王爷。一根破锤子而已，把衣服放下，滚出去。我连忙将篮子里的衣物一一取出，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的衣架上。我的动作很轻很慢，
生怕弄出一点声响，再次引起这位火眼王的注意。就在我准备退下的时候，赵毅又开口了：“你过来。”我脚步一顿，心脏再次揪紧。我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想干什么，但我只能硬着头皮重新走到桌案前。王爷还有何吩咐？赵毅放下了手中的兵书，抬起眼，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本王这件衣服袖口有些褶皱，你现在就给本王熨平了。他说着，指了指衣架上那件黑色长服。我愣住了，让我熨衣服，在这里？赵毅的眉头一皱，怎么没听见？奴婢遵命。我不敢有任何异议，连忙走到一旁，那里果然放着一套小巧的熨斗和火盆。我熟练地将烧红的木炭加进熨斗里，然后拿起那件衣服，将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熨烫衣服这件事上。我的动作很娴熟，熨斗在丝滑的布料上平稳地移动着，很快袖口的褶皱就被抚平了。整个过程我都能感觉到赵一的目光像针一样一直扎在我的背上。我知道他不是真的要我熨衣服，他是在观察我，观察我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个不经意的表情。他在怀疑我刚才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假。这是一种无声的酷刑。终于熨完了，我将衣服重新挂好，推到一旁，低眉顺眼地等着发落。手倒是挺巧。赵毅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几分满意。滚吧。谢王爷。我躬身行了一礼，再也不敢停留，几乎是逃一般的退出了暖阁。直到走出靖王府的大门，被外面的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礼衣已经完全湿透了。但我不敢回头，用最快的速度朝那棵槐树跑去。树洞还在，外面的伪装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我伸手进去，摸到了那根冰冷坚硬的洗衣锤，心终于落回了原处。我将洗衣锤重新抱在怀里，不敢再有片刻耽搁，匆匆返回了浣衣局。回到那间破旧拥挤的屋子时，同屋的宫女们都已经睡下了。我轻手轻脚地爬上自己的床铺，将洗衣锤塞到最里面的角落，用被子盖好。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毫无睡意。今晚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靖王赵毅的残暴多疑，崔嬷嬷的阴险刁难，还有陆时夜那莫名其妙的提醒，所有的人和事都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我牢牢困住。而我怀里的这半块虎符就是这张网的中心。这是爹爹临死前交给我的。爹爹曾是南境大军的副帅，因为被诬陷通敌叛国，满门抄斩。只有我因为当时被送去外祖家，才侥幸逃过一劫。爹爹告诉我，靖王赵毅狼子野心，一直觊觎南境兵权，这半块虎符是唯一能制衡他的东西。另外半块在当今圣上手里，只有两符合一才能调动大军。爹爹要我忍，要我等，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虎符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可是谁是那个值得托付的人？是高高在上心思难测的皇帝，还是那个神出鬼没亦正亦邪的禁军统领陆时宴？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现在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崔嬷嬷尖利的嗓子吵醒了。都死哪儿去了？还不快起来干活！我揉着酸痛的身体，和其他宫女一起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因为昨晚靖王府的搜查，浣衣局里人心惶惶，大家干活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出了眉头。我也和往常一样，抱着一大盆衣服来到河边。我拿出那根洗衣锤，一下一下地捶打着衣物，梆梆梆的声音在清晨的薄雾中显得格外清晰。这声音能让我感到一丝心安。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河边，是崔嬷嬷。她背着手一步步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沈渊，手里的活先停一下。崔嬷嬷的脸上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笑。跟我来，有个好差事给你。崔嬷嬷口中的好差事，我一个字都不信。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我不能不去。在浣衣局，崔嬷嬷就是天。于是我只好放下手里的衣服，擦了擦手，默默跟在崔嬷嬷身后。我的心提了起来，不知道这个老钱婆又想耍什么花招。但崔嬷嬷带着我没有去别处，而是直接回了浣衣局的院子。院子里站着一个衍生的太监，那太监手里拿着一卷明黄色的圣旨，神情倨傲。看到他，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圣旨？为什么会有圣旨到浣衣局来？崔嬷嬷快步上前，对着那太监点头哈腰，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李公公，您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说着，他回头一把将我拽到了前面。就是他，沈渊。那位叫做李公公的太监用挑剔的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那眼神就像是在估量一件货物的成色。太瘦了，皮肤也粗糙。李公公皱了皱眉，语气里满是嫌弃。不过眉眼还算清秀，身子鼓翘着也还算干净，将就着用吧。他说着清了清嗓子，展开了手中的圣旨。浣衣局宫女沈渊接旨。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和其他宫女一样慌忙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浣衣局宫女沈渊性情温顺，手脚勤勉，特调拨至御书房，为朕嬷嬷奉茶，钦此。李公公尖着嗓子念完，将圣旨一卷，整个浣衣局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以一种震惊、嫉妒，
有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跪在地上的我。去御书房伺候，那可是天大的恩宠，一步登天，我自己也懵了。御书房，皇帝身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记得自己有过任何出格的表现，更不认识宫里任何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什么会是我？沈渊，还愣着干什么？快接旨谢恩了！崔嬷嬷在一旁急得直推我，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酸意。我这才如梦初醒，连忙磕头。奴婢沈渊叩谢皇上天恩。李公公随即将圣旨塞到我手里，捏着兰花纸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沈渊姑娘，哦不，现在该叫沈姑姑了。恭喜你啊，得了这么个天大的造化，以后到了御前，可别忘了提携一下我们这些旧人呢。他的话阴阳怪气，让我听着很不舒服。公公说笑了，奴婢不敢。行了，别耽搁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咱家走吧，皇上还等着你伺候呢。李公公不耐烦地催促着，而我还处于巨大的震惊和迷茫之中，只能机械地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说是收拾东西，其实我也没什么东西可收拾的，除了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就只剩下那根洗衣锤。我看着那根洗衣锤陷入了沉思。去御书房是福是祸？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藏着这要命的虎符，风险比在浣衣局大了何止100倍。皇帝心思深沉，远非靖王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可比。万一被他看出端倪，可不去就是抗旨，死路一条。这道圣旨来得太突然，太凄郁，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逼着我往里跳。到底是谁在背后安排着一切？是想借皇帝的手，除了我，还是另有图谋？磨蹭什么呢？李公公都等急了！门外传来崔嬷嬷的催促声。我回过神来，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顺手将洗衣锤用一块破布包好，藏在了包袱的最底层。这是我的命，无论去哪里都必须带在身上。走出房门，浣衣局所有的宫女都站在院子里看我，那些眼神复杂极了，有嫉妒，有羡慕，有不甘，也有幸灾乐祸。但我目不斜视，跟着李公公走出了这个我待了3年的地方。御书房在皇宫的最深处，戒备森严，一路上我的心都悬着，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到了御书房外，李公公让我在外面候着，自己先进去通报了。很快他就出来了。进去吧，记住我跟你说的，少说话，多做事，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李公公最后叮嘱了一句，便领着我走了进去。御书房很大，也很安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檀香和墨香。一个身穿明黄色龙袍的男人正背对着我，站在一幅巨大的江山社稷图前。他看上去很年轻，身形清瘦，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帝王之气。他就是大周的皇帝赵恒。我不敢多看，连忙跪下行礼。奴婢沈渊叩见皇上。赵恒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你就是沈渊？是。抬起头来。我一言缓缓抬起头，赵恒转过身，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他的长相和靖王赵毅有几分相似，但气质却截然不同。如果说赵毅是出鞘的利刃，锋芒毕露，那么赵恒就是藏鞘的宝剑，深沉内敛。他的眼神平静无波，却仿佛能洞悉一切。我在他的注视下，感觉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衣服，无所遁形。朕听闻你很会洗衣。他忽然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当即一愣，不明白皇帝为什么会关心这个。回皇上，奴婢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哦。赵恒的嘴角勾起一抹因为不明的笑。朕还听闻你有一根从不离身的宝贝洗衣锤。我的脑子瞬间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冲到了头顶。他竟然知道，皇帝也知道那根洗衣锤。我藏得那么好，为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此刻，恐惧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扼住了我的喉咙。怎么，朕说的不对吗？赵恒的声音依旧平淡，但我却从中听出了森然的寒意。我伏在地上，身体抖得像筛糠。我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任何辩解，在绝对的皇权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奴婢有罪。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哦，何罪之有啊？赵恒踱步到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我闭上眼，心一横，随即伸出手，颤抖着从怀里的包袱中取出了那根用破布包裹的洗衣锤。我将它高高举起，声音嘶哑：奴婢私藏禁物，罪该万死。既然已经暴露，不如赌一把，赌他不会在御书房当场杀了自己，赌他对这虎符还有别的用处。空气瞬间死一般的寂静。赵恒看着那根粗糙的洗衣锤，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他没有立刻发作，也没有叫人，他只是弯下腰，从我手里接过了那根洗衣锤。他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动作。他握住洗衣锤的两端，用力一拧，咔嗒一声，洗衣锤从中间断成了2截，半块漆黑如墨，刻着猛虎图腾的玄铁冰斧从里面掉了出来，落在金砖地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完了，一切都完了。我闭上眼，等待着皇帝雷霆震怒后下达的死亡判决。我甚至能想象到自己被拖出去，像那个掌事宫女一样被活活打死的凄惨下场。然而预想中的咆哮和命令并没有传来，御书房内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等了许久，
久到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忍不住悄悄掀开一条眼缝，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呆住了。皇帝赵恒正蹲在地上，他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那半块虎符上的猛虎图腾，他的脸上没有愤怒与杀意，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极其复杂的情绪。那情绪里似乎有怀念，有悲伤，还有一丝解脱。16年了，赵恒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沈将军，朕终于等到他了。沈将军，我的瞳孔猛地一缩，他说的是我爹爹沈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帝和爹爹不是死对头吗？当年沈家满门被抄斩，不就是皇帝下的旨意吗？我的脑子彻底乱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赵恒捡起那半块虎符，紧紧握在掌心，然后他站起身，目光重新落回到我身上。那目光依旧深沉，却似乎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和审视。起来吧。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可我不敢动。朕叫你起来。赵恒的语气加重了几分，我这才颤巍巍地站起身，低着头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我不明白皇帝到底想干什么，不杀我，也不抓我，就这么让我站着。你很像你的父亲，赵恒忽然说道，尤其是那双眼睛，倔强得很。我的心猛地一跳。皇上，朕的家父。我鼓起勇气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认得。赵恒的眼神瞬间变得悠远。朕与沈策将军曾是最好的朋友。朋友，这个用词让我觉得荒谬至极。最好的朋友会下令将他满门抄斩，最好的朋友会让他背上通敌叛国的千古骂名。皇上在说笑吗？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只是说完我就后悔了。我怎么敢用这种语气和皇帝说话？然而赵恒并没有生气，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朕知道你不信，朕也知道，在天下人眼中，朕是一个忘恩负义、残害忠良的昏君。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但有些事朕不得不做。当年沈家功高盖主，手握南境30万大军，朝中非议四起，而靖王更是视沈家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构陷。朕若不出手，沈家一样会被靖王连根拔起，甚至会死得更惨。所以朕只能用一个通敌的罪名，将沈家抄斩，将兵权收回。他说到抄斩和收回2个词时，特意加重了语气。我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我隐隐约约似乎明白了什么。皇上的意思是，当年的案子是假的，是朕和沈将军联手演的一出戏。赵恒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一出骗过靖王、骗过全天下人的戏。这怎么可能？我失声叫道。我沈家上下100余口人都……他们没有死。赵恒打断了我的话。朕用死囚替换了他们，如今他们都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这个消息像一道惊雷，劈得我头晕目眩。没死，我的家人都没有死。巨大的狂喜瞬间淹没了我，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我想笑又想哭，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致的情绪冲击之中。那我爹爹呢？我颤声问道。赵恒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色。沈将军他为了让这出戏更逼真，自刎于朕的面前，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沈家上下的平安，也换来了这半块虎符的万无一失。我的身体晃了晃，险些栽倒。原来是这样，原来爹爹不是被冤杀，而是为了保全家人，选择了自我牺牲。我终于明白爹爹临终前为什么没有一丝怨恨，只有无尽的嘱托。为什么？我的声音嘶哑。为什么要把虎符交给我？因为你是唯一能逃过靖王眼线，将他安全带进宫里的人。赵恒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因为只有这宫里才是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而朕需要他来完成沈将军未完成的遗愿，将靖王这个大周朝最大的毒瘤彻底铲除。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年轻帝王，我终于明白自己身上背负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沉重的秘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托付，而是一个长达数年的惊天布局，而我是这个局中最关键的一环。那皇上为何又将奴婢调来御书房？因为时机到了。赵恒的眼中闪过一丝厉色。靖王最近动作频频，私下联络了不少旧部，他等不及了，而朕也等不及了。朕将你调来，一是为了保护你，二是为了让你亲眼看着朕是如何为你父亲、为沈家报这个血海深仇的。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报仇这2个字像一团火，点燃了我心中压抑了3年的仇恨。奴婢该怎么做？我抬起头，抹去脸上的泪水，眼中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你什么都不用做。赵恒重新坐回龙椅上，恢复了帝王的威严。你只需要像以前一样，做一个不起眼的宫女，剩下的交给朕。他说着，将那半块虎符放进了一个精致的檀木盒子里，然后他按下了桌案上的一个机关，龙椅后的墙壁无声地划开，露出了一个暗格。他将盒子放了进去，就在墙壁即将合上的那一刹那，我眼尖地看到暗格里还放着另外一样东西，那是一块腰牌，一块属于禁军统领的玄铁腰牌。我的瞳孔骤然紧缩，那个腰牌我见过，就在昨晚，在那个提醒我靖王心情不好的男人腰间。陆时宴，他也是皇帝的人，所以他昨晚的出现不是偶然。他问我的名字，问我去哪里，也不是起疑，而是在确认我的身份。一个又一个的谜团被解开，让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快要不够用了。原来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保护着我。我忽然开口：“皇上，奴婢有一事相求。”说。奴婢想继续留在浣衣局。赵恒显然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为何？御书房不好吗？回皇上，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护符已经到了皇上手中，靖王若是发现，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突然被调离的奴婢。奴婢留在浣衣局，继续当那个不起眼的洗衣宫女，才能最大程度地打消他的疑心，也才能为皇上的计划争取更多的时间。赵恒看着我，眼中第一次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欣赏。好，不愧是神策的女儿，有勇有谋。他沉吟片刻，点了点头。真准了。不过从今日起，你明面上是浣衣局的宫女，却是朕的眼睛。浣衣局人多嘴杂，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朕要你替朕盯着宫里，尤其是靖王府的一举一动。奴婢遵旨。我当即重重磕头。这一刻，我不再是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卑微宫女，我是忠臣之后，是皇帝的利刃，我要复仇。就在这时，殿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启禀皇上，靖王爷求见。”闻言，我的心猛地一紧，赵毅来了，靖王赵毅来了。这4个字像一块巨石，瞬间投入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湖。他怎么会来这里？是来试探皇帝，还是他已经发现了什么？我的身体下意识地紧绷起来。皇帝赵恒的脸上却看不出丝毫波澜，他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对门外说道：“让他进来。”随即他又对我说道：“你去后面躲着。”我不敢有丝毫迟疑，迅速起身，闪身躲进了龙椅后面那道巨大的屏风之后。屏风是上好的紫檀木雕刻而成，上面绘着百鸟朝凤图，镂空的缝隙刚好能让我看到外面的情景。我刚刚藏好，就听到一阵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靖王赵毅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臣弟参见皇兄。他只是微微躬身行了一个不甚标准的礼，语气里也听不出多少恭敬。皇帝免礼。赵恒的声音听起来很平和。今日怎么有空到朕这里来？听闻皇兄从浣衣局调了个小宫女来伺候笔墨。赵毅开门见山，目光直直地射向赵恒。没想到他这么直接，我在屏风后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果然是为此事而来，他的疑心根本就没有打消。赵恒闻言轻笑了一声：“皇帝的消息还是这么灵通啊。”他端起桌上的茶，轻轻吹了吹。朕不过是昨夜批阅奏折，觉得有些乏了。听闻浣衣局有个宫女手脚麻利，便叫来使唤罢了。怎么，这也值得皇帝亲自跑一趟？他的语气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赵毅的眼睛却微微眯起。皇兄说笑了，臣弟只是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个出色的宫女，能得皇兄如此青睐？毕竟浣衣局那种地方出来的都是些粗鄙之人。他的话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轻蔑，同时也是一种试探。他在试探皇帝对这个宫女到底有多上心。哦，在皇帝看来，出身就那么重要吗？赵恒放下茶杯，眼神陡然变得有些锐利。英雄不问出处，朕倒是觉得那个叫沈渊的小宫女，虽然出身卑微，但心思纯净，手脚也确实利落，比某些出身高贵却心术不正的人要强上百倍。这番话意有所指。赵毅的脸色微微一变。皇兄教训的是？他低下头，掩去了眼中的一抹阴氛。不过他话锋一转：臣弟昨日在浣衣局也见过那个沈渊，臣弟总觉得他有些不太对劲。哦，怎么个不对劲法？赵恒饶有兴致地问道。我说不清楚。赵毅沉吟，就是一种直觉，她太平静了，平静的不像一个普通的宫女，一个卑微的洗衣宫女，在见到本王时竟然能那般镇定自若，甚至在本王盘问她时对答如流，没有丝毫破绽，这正常吗？我在屏风后手心已经满是冷汗，我自以为伪装得很好，却没想到还是被赵毅看出了端倪。这个男人的观察力实在太可怕了。赵恒闻言却哈哈大笑起来。皇帝啊皇帝，你真是多心了，一个在宫里待了3年的宫女，见过的大场面还会少吗？若是见到你还吓得屁滚尿流，那才叫不正常。再者说，赵恒的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或许不是他太平静，而是皇帝你太紧张了呢。你紧张什么？是在找什么让你寝食难安的东西吗？这句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赵毅的心上，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皇兄说笑了，臣弟能有什么好紧张的？他强笑着，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态。是吗？赵恒站起身，一步步走到他面前，逼视着他的眼睛。那为何朕听说皇帝昨日将整个浣衣局都翻了个底朝天，甚至还无辜杖毙了一名掌事宫女？皇帝的威风可真是越来越大了。赵恒的每句话都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赵毅的脸上。赵毅的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知道自己今天的试探失败了，不仅没有从皇帝这里套出任何话，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急切。皇兄误会了，他连忙解释道：臣弟只是怀疑有前朝余孽混入了宫中，所以才……够了！赵恒直接厉声打断了他。皇帝的心思朕明白，但朕也提醒你一句，这里是皇宫，是朕的天下，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你最好掂量清楚。帝王的威严在这一刻展露无遗，赵毅的腰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臣弟知罪。赵恒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至于那个宫女，
朕用着还算顺手。不过既然皇帝觉得他可疑，那朕便将他送回去就是了，免得落下一个与皇帝争抢下人的名声。他说着对门外喊道：“来人！”李公公立刻小跑了进来。皇上，传朕旨意，宫女沈渊言行粗鄙，不堪大用，即可送回浣衣局，永不录用。赵恒的声音冰冷而不带一丝感情。屏风后的我心中一凛，但我明白这是皇帝在做戏给赵毅看，他要用这种方式彻底打消赵毅对自己的怀疑。果然，赵毅听到这个旨意后，眼中闪过一丝错愕，随即紧绷的神经似乎也放松了下来。皇兄息怒，臣弟并非此意。赵恒挥了挥手，脸上带着一丝倦意。不必多说，朕发了，你退下吧。是，臣弟告退。赵毅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躬身退了出去。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赵恒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转身看向屏风，出来吧。我从屏风后走出，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皇上，您这一招欲擒故纵用的真是……对付赵毅这种多疑之人，只能用这种法子。赵恒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朕越是表现得不在意你，他反而越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圣旨已下，你即刻回浣衣局去吧。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和朕没有任何关系。奴婢明白。我重重点头。我知道自己即将回到那个充满危险和倾轧的地方，但这一次我的心不再惶恐，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背后站着的是当今天子。我要做的就是潜伏下来，像一根最坚韧的钉子，牢牢钉在敌人最不设防的地方，等着致命一击的时刻到来。我回到浣衣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昨天才风风光光的被调去御书房，今天就被灰溜溜的赶了回来，这起落也太快了。崔嬷嬷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哟，这不是我们的沈姑姑吗？怎么御前的差事不好当啊？她捏着嗓子尖酸刻薄地说着，周围的宫女也发出一阵哄笑，但我没有理会她，只是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铺前，将包袱放下。怎么哑巴了？崔嬷嬷见我不理她，更加来劲了。我早就说过，你这种卑贱的胚子，就只配在浣衣局这地方待着。给你脸，你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我转过身，冷冷地看着她。嬷嬷说够了吗？我的眼神平静，却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崔嬷嬷被我看得一愣，她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小丫头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但具体是哪里，她又说不上来。你这是什么眼神？崔嬷嬷有些色厉内荏。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不想活了？我只是不想再忍了。我一步步朝她走去。崔嬷嬷，你处处刁难我，无非是怕我将你收受贿赂的事情说出去。崔嬷嬷的脸色瞬间变了，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但是你放心，我对你的那些破事不感兴趣，我只想告诉你，从今天起别再来惹我，否则……我凑到崔嬷嬷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否则下一次被杖毙的就不知道是谁了。”说完，我直起身，不再看脸色煞白的崔嬷嬷，转身走到了河边。我拿起那根摔断了又失而复得的洗衣锤，开始一下一下地捶打着衣物，梆梆梆，声音沉稳有力，像是在宣告着一场无声战争的开始。而远处的宫墙上，一道黑色的身影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陆时燕的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我的强势反击在浣衣局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小宫女，竟然敢当面顶撞崔嬷嬷。更让人意外的是，崔嬷嬷竟然没有当场发作，只是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地站了许久，最后恨恨地瞪了沈渊的背影一眼，便转身走了。从那天起，崔嬷嬷果然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她甚至有意无意地避着我走。其他的宫女见状，也都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地欺负我。我的日子前所未有地清静了下来。我知道这是皇帝那道永不录用的圣旨，和自己那番鱼死网破的威胁共同起到的效果。前者让我成了一个被皇帝厌弃的人，在崔嬷嬷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后者则让我成了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疯子。崔嬷嬷不敢轻易招惹，我乐得清静，每天依旧是浣衣局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洗衣、捶打、晾晒，我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被御前退回、心灰意冷、只知埋头干活的普通宫女。但没有人知道，我的耳朵却像雷达一样，捕捉着浣衣局里流传的每一个信息，哪个妃子得宠了，哪个太监被打了，哪个侍卫和宫女有私情。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混杂着各种流言蜚语，每天都在这里汇集，然后又散播出去。我要做的就是从这些庞杂无用的信息中筛选出那些与靖王有关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个极其考验耐心和眼力的活。几天下来，我听到的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靖王府的采买又克扣了哪个商贩的银子，比如靖王新纳的侧妃长得有多么美艳。这些都不是皇帝想要的。直到这天下午，我从2个负责给靖王府送菜的小太监口中听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听说了吗？王爷最近好像在秘密召见一些人。什么人？不知道，神神秘秘的，每次都是深夜从王府的后门进去。我上次送菜好像看到一个人的侧脸有点眼熟，像是南大营的张富江。
你不要命了？这种事也敢乱说！两个小太监的声音很快就压了下去，匆匆离开了。我的心却猛地一跳。南大营张副将，那不是爹爹以前的旧部吗？爹爹出事后，南大营的兵权虽然名义上归还了朝廷，但实际上大部分将领都是靖王的人。对于这个张副将，我有印象，是个典型的墙头草，谁势大就跟谁。靖王深夜秘密召见他，想干什么不言而喻。他想拉拢南大营的势力，为自己的谋反增加筹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我必须立刻把他送出去。可是该怎么送呢？我现在是永不录用的身份，根本不可能再见到皇帝。如果贸然去找李公公或者去御书房，只会引人怀疑。我焦急如焚，一边捶打着衣服，一边飞快地思索着对策。有了，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陆时宴，她是皇帝的心腹，把消息告诉他，就等于告诉了皇帝。可是我又该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消息传递给陆时宴呢？我的目光落在了手边的篮子里，篮子里是刚洗干净，准备送去各宫的衣物，其中有一件是禁军的，禁军的衣物也归浣衣局清洗，而负责统领禁军的正是陆时宴。一个计划在我的脑海中迅速成型，我不动声色地将那件禁军的衣服单独拿了出来，然后我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细细的绣花针，这是我藏着用来缝补自己衣服的。我用绣花针在那件衣服的衣领内侧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绣上了一个小小的图案，那是一个册字，是我父亲沈策的名字，但我只绣了一半。这是一个暗号，是当年爹爹教我的，专门用来在军中传递紧急情报的暗号，只有沈家的心腹才能看懂。如果陆时宴真的是皇帝和爹爹安排的人，那他一定能看懂这个暗号，也一定知道这个暗号意味着什么。做完这一切，我将衣服重新放回篮子里，混在其他衣物中间，然后我提着篮子找到了负责分发衣物的长侍太监孙公公，我塞过去几枚自己省下来的铜板。这点孝敬您收着喝茶。那孙公公掂了掂铜板，脸上露出了笑意。小园子有心了，说吧，有什么事求我？也没什么大事，我笑道，就是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想早点回去歇着。这篮子衣服能不能麻烦您找个人帮我送一下？就这点事儿。孙公公把铜板揣进怀里。行，没问题，你放着吧，我待会儿就叫人送过去。多谢孙公公。我赶忙道了谢，便转身离开了。但我没有直接回屋，而是在浣衣局附近找了个隐蔽的角落悄悄观察着，我要亲眼看着那篮子衣服被送到哪里。很快孙公公就叫了一个小太监，让他提着篮子去送衣服。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只见那小太监提着篮子一路向西，最终停在了禁军的驻地门口。成了，我的心重重地跳了一下，现在就看陆时宴能不能收到这个消息了。而后我不敢再多做停留，迅速返回了浣衣局。接下来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我不知道自己的计划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陆时宴看到那个暗号会作何反应。万一他不是自己人呢？万一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靖王呢？那我就是自掘坟墓。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安，但我只能等。这一等就是2天，2天里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发生。陆时宴没有来找我，靖王府那边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仿佛我做的那些事都石沉大海。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难道是我赌错了？陆时宴根本就不是自己人，或者他根本没看到那个暗号。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这天晚上意外发生了。我起夜回来，刚走到自己的床铺前，就发现枕头底下好像多了点什么东西，硬硬的硌得慌。我心里一惊，连忙伸手进去摸到了一个纸团。我不动声色地将纸团攥在手心，躺回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在被子里，我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纸团。纸上只有2个字：收到。字迹刚劲有力，锋芒毕露，是陆时宴的字，我认得。那天在靖王府，我曾瞥见陆时宴写的文书，就是这种字体。他收到了，他看懂了那个暗号。巨大的喜悦瞬间包裹了我，我赌对了。然而还没等我高兴多久，我就发现了不对劲。这张纸条除了收到2个字，背面好像还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我连忙翻过来，只见上面写着另册字，你绣错了一笔。我的脸瞬间爆红，这个男人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有心情纠正我的错别字，不是错绣。我又气又好笑，将纸团紧紧攥在手里。虽然被吐槽了，但我的心却彻底地安了下来。至少我知道自己的情报已经安全送达，接下来就看皇帝和陆时宴会如何应对了。然而我没想到靖王的反击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狠。第二天一早，整个皇宫都被一则消息震动了。南大营副将张启于昨夜暴毙家中，死因是突发心疾，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绝不可能是心疾，这显然是被灭口了。张副将死了，死得无声无息，却又合情合理。消息传到浣衣局时，我正在河边洗衣服，我手里的洗衣锤哐当一声掉进了水里。死了？怎么会死了？我昨天才把消息送出去，今天人就没了。是皇帝动的手？不对，皇帝如果要动他，应该是秘密抓捕，审问出更多的同党，而不是直接杀人灭口。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是靖王。靖王发现张副将已经暴露，或者对他产生了怀疑，所以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好狠的手段。
我还是低估了靖王的果决和残忍，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我冒着巨大风险送出去的情报，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还打草惊蛇，让靖王提前处理掉了自己阵营里的不稳定因素。一股强烈的挫败感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搞砸了。一连几天，我都有些心神不宁。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自己。张副将的死会不会让靖王怀疑到自己头上？虽然我自认做得天衣无缝，但面对赵毅那样多疑的对手，任何侥幸心理都是致命的。浣衣局的气氛也变得格外压抑，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惹祸上身。只有崔嬷嬷似乎心情不错，她见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以为我是真的因为被御前退回而大受打击，时不时的就会过来冷嘲热讽几句。哎呦，瞧瞧这失魂落魄的样子，真是可怜呐！有些人啊，就是命贱，就算有机会飞上枝头，也站不稳。对于他的挑衅，我一概不予理会，毕竟我现在没心情，也没精力去跟这种小人计较。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挽回这个局面。可是线索断了，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我索性起身，想到外面透透气。夜凉如水，月色清冷。我走到院子里的那口水井旁，刚想打点水洗把脸，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一个黑影从墙角一闪而过。谁？是巡逻的禁军？不对，禁军巡逻都是成群结队的，脚步声和火光都很明显。而刚才那个黑影动作轻盈，悄无声息，显然是刻意隐藏了行踪。有贼？还是……我不敢再想下去，下意识的想要躲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个黑影已经发现了我，并且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我逼近。我想喊，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转瞬之间，那个黑影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一股熟悉冷冽的气息将我笼罩，是陆时夜。我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怎么会在这里？深更半夜跑到浣衣局来，想干什么？跟我来。陆时夜没有给我任何思考的时间，抓住我的手腕就将我往一旁的杂物间拖。他的手像铁钳一样，力气大得惊人，我根本无法反抗，只能被他踉踉跄跄地拖着走。杂物间里堆满了各种废弃的木料和工具，散发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陆时烟将我拽了进去，然后反手关上了门。啪嗒一声，门按落下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也彻底隔绝了外面的一切。杂物间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心狂跳不止。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个场景让我感到极度的不安。陆大人，你……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陆时宴打断了。靖王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什么？张副将死后，靖王清查了所有可能泄密的人。陆时宴的语气凝重而急促。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你，但你是那段时间里唯一一个行为异常的人。先是被调去御书房，又被火速退回，这在靖王看来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果然还是被怀疑了。那他想怎么样？他不会立刻动你。陆时宴继续道。他会先派人24小时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他想看看你到底在为谁办事，他想放长线钓大鱼。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监视？难怪我这几天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原来不是错觉。那我该怎么办？什么都不要做，继续像以前一样当你的洗衣宫女，把这场戏演下去。陆时宴看着我，黑暗中他的眼睛亮得惊人。但是这样太被动了。我咬着唇，这样的话我就等于成了一个靶子，随时都可能。所以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陆时宴打断了我。什么事？帮我送一封信。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蜡碗，塞到了我的手里。信？我愣住了。送给谁？靖王府新来的那位苏侧妃。陆时宴说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名字，苏侧妃，那个传说中美艳动人、极得靖王宠爱的女人，为什么要给她送信？难道她也是？她是我的人。陆时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直接给出了答案。我的心里再次掀起了惊涛骇浪。靖王最宠爱的侧妃，竟然是陆时宴安插的眼线，这盘棋下的也太大了吧！靖王生性多疑，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人，只有苏侧妃能在他身边得到一些最核心的情报。但是现在，我的人无法再接近靖王府，只有你。陆时宴看着我，只有你这个被靖王怀疑却又没有证据的目标，才有机会把这封信送到他手上。我明白了，这是一招险棋，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靖王在监视我，想通过我调出我背后的大鱼，而陆时宴则要反过来，利用靖王的监视，利用我这个明面上的鱼饵，去完成一次最危险的情报传递。成功了，他们就能得到靖王下一步行动的关键情报。失败了，我和苏侧妃都会瞬间暴露，死无葬身之地。我该怎么做？我没有丝毫犹豫，便接下了这个任务。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明天崔嬷嬷会让你去给苏侧妃送一批新制的香露。陆时宴的安排显然早已滴水不漏。你把这个蜡丸藏在其中一瓶香露的瓶底，苏侧妃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好，我明白了。我将蜡丸紧紧攥在手心，这小小的蜡丸此刻重如千斤。陆大人，我忽然抬起头，在黑暗中努力想看清他的脸。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按理说，我只是一个棋子，你只需要命令我去做，不必解释这么多。
黑暗中的陆时宴沉默了片刻，因为他缓缓开口，我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也因为他顿了顿，声音似乎变得有些不同。沈将军是我的恩师。说完，他不再给我任何追问的机会，拉开门，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只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恩师，原来陆时宴是爹爹的学生，这个消息比之前所有的秘密都更让我震惊。我感觉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一个更加庞大、更加惊人的真相，而真相的背后是无尽的漩涡和杀机。我握紧了手中的蜡丸，明天晋王府，我必须去，哪怕这一趟九死一生。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崔嬷嬷果然就找到了我，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沈渊，别洗衣裳了，跟我来！我闻言放下洗衣锤，默不作声地跟在她身后。崔嬷嬷领着我来到一间库房，库房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精致的托盘，上面放着10几瓶用白玉小瓶装着的液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馥郁的香气。这是新制的醉月露，是给晋王府的苏侧妃送去的。崔嬷嬷斜着眼看我，苏侧妃如今是王爷跟前最得宠的人，金贵得很。这差事别人去我不放心，还是得你这种见过大场面的人去，才不会失了礼数。他故意在见过大场面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话语里的讥讽不言而喻。我知道这一定是晋王那边授意的，他想通过这次机会近距离的观察我，看看我到底会耍什么花样。是，奴婢知道了。我面无表情的应道，随即走上前假装检查那些香露。趁着崔嬷嬷不注意，我迅速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小的蜡碗，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手法将其粘在了其中一个玉瓶的瓶底。那蜡碗很小，又是白色，和白玉瓶身几乎融为一体，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做完这一切，我才端起托盘。嬷嬷，若是没有别的吩咐，奴婢现在就去了。去吧，去吧！崔嬷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机灵点，别冲撞了贵人，给我们浣衣局丢脸。而后我便端着托盘走出了浣衣局。我能感觉到，从我走出大门的那一刻起，至少有4道视线从不同的方向落在了我的身上。有2道在明处，是2个跟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晋王府的侍卫，还有2道在暗处，至于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如芒在背的监视感。我的心已经砰砰直跳，但我的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异样，我只是低着头，端着托盘，一步一步平稳地朝晋王府走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个小动作有没有被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眼睛看到，但我只能赌陆时宴的计划天衣无缝，赌自己的演技能骗过所有人。到了晋王府门口，通报之后，一个俏丽的丫鬟走了出来。我是苏侧妃的贴身侍女，名叫锦儿，你就是来送香露的。锦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语气有些倨傲。是，奴婢是浣衣局的沈渊。进来吧，娘娘在水榭等着呢。锦儿说着，转身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她身后，穿过亭台楼阁，来到一处风景秀丽的水榭。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正斜倚在软榻上，懒洋洋地喂着池子里的锦鲤。她就是苏侧妃苏宁。娘娘，浣衣局的人来了。锦儿上前禀报道。苏宁悠悠抬起头，目光在我身上一扫而过，那目光很淡，带着一丝漫不经心。东西放下吧。她的声音也懒懒的，听不出什么情绪。我一言将托盘轻轻放在了她身旁的石桌上。我知道晋王的眼线一定就在这水榭的周围，看着这里的一举一动，我和苏宁之间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交流。奴婢告退。于是我放下东西就准备离开。等等！苏宁却忽然叫住了我。只见苏宁从托盘里随意的拿起了一瓶香露，恰好就是我藏了蜡丸的那一瓶。我的呼吸几乎停滞了，我看到苏宁拔开瓶塞，放在鼻尖轻轻嗅了嗅。今年的醉月露似乎比往年的要更香一些。他说着，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然后他便将那瓶香露递给了身边的锦儿。这瓶本宫留下了，剩下的你拿去分给府里的姐妹们吧。是，娘娘。锦儿应了一声，却没有立刻去接，而是对沈渊说道：你过来，帮娘娘把剩下的这些送到各院去。我瞬间愣住了，让我去送，这是计划之外的变故。我下意识的想要拒绝。怎么不愿意？苏宁的声音却忽然冷了下来。还是说你一个卑贱的宫女，觉得给我们王府的下人送东西委屈你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随后我明白了，这不是意外，这是苏宁在故意刁难我，也是在演戏给那些监视的人看。我要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把自己留在晋王府。奴婢不敢。我连忙低下头。不敢就快去。锦儿不耐烦地催促道。别在这里杵着，碍了娘娘的眼。我不敢再多说，只能端起托盘，跟着锦儿离开了水榭。在经过苏宁身边的时候，我的余光瞥见苏宁的手不着痕迹的在那个玉瓶的瓶底轻轻一抹，那个小小的蜡丸便消失在了我的指尖。成了，我的心终于重重的落了地，最关键的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只需要安安全全的走出晋王府。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跟着锦儿在偌大的晋王府里七拐八绕，给各个院子的夫人小姐们送香露。每到一处都要耗费不少时间，等到送完最后一瓶，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行了，你可以回去了。景儿在一处偏僻的角门前停下了脚步。记住，从这个门出去，别在府里乱走，冲撞了贵人，否则有你好果子吃。多谢姐姐提点。我低眉顺眼递到了谢，便想从角门出去，却不料就在我推开门的那一刻，意外发生了。一个人从门外直挺挺地倒了进来，扑通一声摔在了我的脚下。那人浑身是血，胸口插着一把匕首，眼睛瞪得大大的，显然已经没了气息。我的脑子突然嗡的一声，我认得这个人是白天跟在我身后的那2个靖王府侍卫之一，他怎么会死在这里？还不等我反应过来，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呵斥声。抓刺客，别让他跑了！紧接着7、8个手持钢刀的侍卫从外面冲了进来，将我和那个叫景儿的丫鬟团团围住。为首的正是靖王的亲卫队长李虎。李虎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又看了看满脸惊恐的我，眼中闪过一丝狞笑。好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人赃并获。来人，把这个刺杀王府侍卫的凶手给我拿下！我不是凶手！我下意识地尖叫出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是一个圈套，一个彻头彻尾的针对我的圈套。他们杀了自己人，然后嫁祸给我。不是你！亲卫队长李虎冷笑一声，指着地上的尸体。他奉命监视你，结果却死在你即将离开的角门外，而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你还敢说不是你？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百口莫辩。是啊，这一切太巧了，巧合的就像是精心编排好的一样。跟他废话什么？李虎不耐烦的一挥手，先把他抓起来，带到王爷面前严加审问。我看他就是敌国派来的奸细。说罢，2个侍卫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一左一右架住了我的胳膊。我拼命挣扎，但我的力气在这些训练有素的侍卫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放开我，我没有杀人，你们这是栽赃陷害！我的呼喊在这一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一旁的丫鬟景儿也吓得花容失色，跪在地上抖如筛糠。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李虎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中是嗜血的光芒。带走！我被2个侍卫粗暴地拖着朝靖王府深处走去。我的心一点点沉入谷底，我知道自己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落到靖王手里，就算我没杀人，也会被屈打成招。赵毅要的根本不是真相，他要的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我置于死地，并且顺藤摸瓜揪出我背后之人的借口。陆时宴，皇帝，你们的计划里算到了这一步吗？你们会来救我吗？我的脑中一片混乱，我被带到了靖王府的私牢，这里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和腐烂的臭味，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我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被绑在了一个十字形的木架上，手脚都被粗大的铁链锁住。靖王赵毅很快就来了，他脸上带着一丝慵懒而残忍的笑意，他踱步到我面前，伸出手捏住了我的下巴。说吧，是谁派你来的？我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我咬着牙迎上他的目光。我没有杀人，我是被冤枉的。冤枉？赵毅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在本王这里没有冤枉这2个字，只有说或者不说。他随即松开手，从一旁的刑具架上拿起了一根带刺的皮鞭。本王再问你一遍，是谁派你来的？皮鞭上的倒刺在昏暗的烛光下闪烁着森冷的光。我感觉这一鞭子下去，自己绝对会皮开肉绽，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说，一旦说了，不仅我会死，皇帝、陆时宴、苏侧妃，所有的人都会被我牵连，我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好，很好。赵毅的眼中闪过一丝暴力，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而后他扬起了手中的皮鞭。本王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本王的鞭子硬。就在那呼啸的鞭锋即将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刹那，地牢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住手！一声清冷的呵斥如同惊雷在地牢中炸响。我艰难地抬起头，只见门口逆着光站着一个挺拔如松的身影，飞鱼服，绣春刀，是陆时宴。他来了，他竟然真的来了。我的眼中瞬间涌上了泪水，在最绝望的时刻看到他出现，那种感觉仿佛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赵毅扬起的鞭子停在了半空中，他缓缓转过身，看着闯进来的陆时宴，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陆统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闯本王的私牢！王爷息怒。陆时宴手持令牌大步走了进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末将是奉皇上口谕前来提审人犯的。皇上口谕？赵毅的眼睛眯了起来。提审谁？他。陆时宴伸出手指向被绑在木架上的我。这个宫女涉嫌与前朝余孽勾结，盗取宫中机密。皇上下令让末将即刻将其带回禁军大牢，有3次会审。赵毅闻言脸色变了又变。陆统领，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明明是刺杀我王府侍卫的凶手，理应由本王处置，何时轮到你禁军来插手了？王爷此言差矣。陆时宴不卑不亢地说道。刺杀王府侍卫是小罪，通敌叛国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孰轻孰重，王爷应该比末将更清楚。皇上的意思是，此案牵连甚广，必须彻查。
在查清他背后所有同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动他。陆时宴的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搬出了皇帝，又站进了法里。赵毅被他堵得哑口无言，他显然也知道陆时宴这是来抢人的，而且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明目张胆的来抢人。他若是不放，就是公然抗旨。赵毅的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显然是气得不轻。他死死地盯着陆时宴，又看了看被绑着的我，眼中闪烁着不甘和杀意。过了许久，赵毅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一个3次会审，陆统领，人你可以带走，但是本王把话撂在这儿。他的目光转向我，充满了怨毒。本王倒要看看，进了你禁军的大牢，他还能活几天。说完，他将手中的皮鞭狠狠摔在地上，拂袖而去。陆时宴没有理会他的威胁，只是对身后的禁军使了个眼色，带走。2个禁军立刻上前解开了我身上的锁链，我的身体一软，险些从木架上滑落下来。陆时宴上前一步扶住了我，他的手臂坚实而有力，隔着薄薄的衣衫，我能感觉到他掌心传来的温度。还能走吗？他在我耳边低声问道。No。我咬着牙点了点头。我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倒下，我就这样被2个禁军一左一右的架着，走出了这座人间地狱。呼吸到外面新鲜的空气，我才感觉自己像是活了过来。我回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陆时宴，月光下他的侧脸轮廓分明，冷峻如雕塑。谢谢你，我由衷地说道。陆时宴没有看我，只是目视前方，淡淡的嗯了一声。别谢得太早，就像靖王说的，进了禁军大牢也未必安全。什么意思？陆时宴没有回答我，他带着我一路来到了禁军大牢。这里比靖王府的私牢看上去要正规许多，却也更加森严。我被关进了一间独立的牢房，牢房很干净，甚至还有一张简陋的床。你先在这里待着。陆时宴站在牢门外对我说道。记住，从现在开始，无论谁来审你，你都只有一句话。什么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好，我记住了。陆时宴点了点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就在这时，一个禁军匆匆跑了过来。宫里传来消息，皇上，他遇刺了！